At first,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everybody was so stressed out and yeah. 每一天你就看他们两个在那鱼缸进行一场剧，就是先从他很冷静的在给他 paper， 然后两个就开始互吼，然后两个就开始哭。我先生当时其实拿了1年的无薪假期，因为刚好也是疫情，那1年他就在家里帮忙督促我的儿子读书。我就骂到我自己，就一直在哭，然后我就抱着他说：“他爸爸为什么你哭？”我现在讲到我要哭了。新加坡每个孩子在12岁时都得面对人生中的第一大考验 ——PSLE 小学离校考试，成绩将直接决定他们升入哪所中学和课程等级，对孩子影响深远。这不只是孩子们的挑战，对父母来说也是一场考验。我工作的地方也是有很多同事啊，他们之前是请假的，请了大概2-3个月或者是半年的假，专门照顾小孩的学习。I hope he get into a good school lah. Yeah, correct. That's why a bit stressful. 许多家长为了帮孩子备考而下足了功夫。网红家庭离家出走中的李志成亲自为儿子补习。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都是millennial 嘛，对不对？大家都讲要用爱的教育，看他就是喜欢什么就去学什么，还是就是不要太给他太多压力，希望他自己自动自发了。Primary 5之前都比较放养，就是有补习，但没有 follow up。我的小5 EOY 考试，我的数学还有华文没有及格，他们也是有一点点爽。Did they say anything to you like? 哎呦！小5被考之后收到 papers， 第一个就是错愕，然后反省，就是我们是之前忽略了什么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杀到最靠近的一个补习中心，我就每天会帮他一起温习啊，然后买了很多 assessment book， 买了很多past year paper， 就一直跟他一起做咯。为了减少孩子考试的压力，教育部从2010年开始取消小1所有考试和小2年中考试。2020年至2021年更进一步分阶段取消了小3和小5的年中考试。我是反对小5才开始考试这个制度，因为像我们以前小1开始进去就有考试的，就算他的分数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对家长来讲是一个 reference guide。我知道我的小孩他的进度到哪，他有什么科目是需要帮助的，而不是到小5我还有1年就要到大考的时候才惊觉，哇，他前面4年根本就是没有吸收到。我其实觉得这个不是不给他们压力，而是在躲避那个问题。因为最后你还是要面对的嘛，你 PSLE 还是要做。他反而那个小5、小6的时候，那个压力更大，崩溃了，就是全家人一起崩溃。They added on more tuition. My father started teaching me. I was a bit frustrated, but I completely understood why I need tuition, because I sucked. 梁凯军也是在儿子张瑞恒的小5年中考试后，才察觉到他的分数并不理想。他小5的考试其实他是拿 AL21 21分，然后当时对我来说，我其实没有一个概念21分是什么。到了他跟我说他想进公教中学，然后我就去看公教是9分耶，你的21分你要怎么进？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去注意他的学习。张瑞恒在2022年参加会考，是第2批采用新积分等级制的考生。积分等级共分为8级，介于 AL1 至 AL8。AL1 是最优秀的等级，考生每科的 AL 等级会根据考试得分，因此4科总成绩会介于4分至32分。那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帮他进公教咯。我先生当时其实拿了1年的无薪假期，因为刚好也是疫情，他想休息也是，然后那1年他就在家里帮忙督促我的儿子读书。我觉得他自己会比较了解儿子的缺点吧。其实负担也蛮大的，如果要补习补4科的话，3科补习算到来大概要1000多块吧，每一个月。他很凶，他一直看我，他不会让我去做别的东西，
比如用电话或者看电视，他们只是让我做那个考卷。可能就外面的补习老师不会这么凶吧，就在家里教自己的小孩可以很凶，然后儿子就有点会受不了啦。有一次他们有吵架，然后我就会跟爸爸讲：“你停一下吧。”在复习之后，其实我们的 family time 都还好啊。小6年中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带他出去玩，然后我们要去 Sentosa 的 Luge， 他就跟我说：“可以去吗？我不要去，我怕我等一下我跌倒撞到头死掉怎么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惊讶的东西。我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当时我才觉得其实他是有压力的，他不是那么开心的一个11岁。我自己想要拿到好成绩，可是也是爸爸妈妈想要我拿到好成绩，也是。小6会考试肯定给父母多一点压力，比我的压力比较多。我的压力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我每天都是上课，复习。那时候很想要什么？要怎么样？很想要让小6会考结束，所以可以和朋友玩游戏。我就决定每天晚上在他睡觉之前，我们都会聊天。他在学校做了什么，他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没有讲到学业的部分。有时候他会跟我说睡不着，然后我就帮他按摩他的头。我觉得我从他身上没有看到压力，他没压力，他过得非常的开心。他就说就是这样咯。就这样，小孩子他们现在，尤其是他不了解事情严重性。我们本来觉得这个事情也不严重，所以可能就让他过得太舒服。到我们开始跟他 introduce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这是一个很认真的事情，他还在那种啦的那个。我们是比较怕他不及格了，因为成绩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要期望去哪一间学校。I think PSLE is more stressful to them than me.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everybody was so stressed out and yeah. So I searched. I can't exactly remember what I typed in, but it was something around like the importance of PSL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then I realized, that's why everybody's so stressed. 每一天你就看他们2个在那鱼缸，就是我们 study room 里面进行一场剧，就是先从他很冷静的在给他 paper， 然后2个就开始互吼，然后2个就开始哭，然后哭完之后又开始冷静。I just look at the paper and then I put my head there. I want to go home, but I'm already at home. I wanted to just get over it. 有一次我就骂他，然后我打他，然后他就这样2眼无神的看着我，因为他知道说等我发完脾气，就没有事情了。可是我就骂到我自己就一直在哭，然后我就抱着他说：“他爸爸为什么你哭？”我现在讲到我要哭了，我就跟他说就是你就是要努力啊，因为我觉得说我知道很辛苦，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去做的，而且我帮你也可以帮他讲而已。对，我现在PSLE 我可以教你，我可以带你去补习，可是我没有办法帮你考，因为我可能我自己也考不好。所以你心疼你的儿子啦？当然心疼了，就是PSLE 必须要做，可是你又觉得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 exam 了，又没有办法，因为整个新加坡都是要go through这个制度嘛，6年都过了，拿成绩的时候再哭多一次。放榜那天，我和我先生都有去。当我们看到那成绩的当时，我和他都哭了，是开心的眼泪啊，因为奇迹发生了。对，他就觉得 9M 他真的拿到 9M， 他就可以去进他的公教了。How much do you think you can get for your PSLE? Okay, AL21. Are you happy with that? Yeah. This is my baseline, okay? You cannot get lower than 21. Can I change my expectations to all AL8? I got AL22 for prelims, and I hope to get AL21 for PSLE. 那个AL 的那个 system 嘛，那个 scoring， 因为现在 AL6 跟 AL5 的那个 range 是非常大的，你要去到4，要去到3，其实是要进步非常的多。所以当我开始了解他的那个 prelim 是这个分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就尽力了，我们也是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你就是我也不会预期到你可以拿10分还是9分这种东西，对不对？
你17、8分，就是可能是已经很大的进步了。这整个 PSLE 就是一个 roller coaster ride。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大子的抗压能力可能会比较足一点，不是每天看电视跟吃薯片就可以过日子，就其实是有做功课这一环的。然后也给我们身为家长来讲是一个震撼教育，就是真的不能那么放松。你可以让他有一个开心的童年，但在学业上面一定要盯一点。如果我们从小一先开始的话，可能今年就不会那么崩溃。其实我觉得 PSLE 真正的压力是父母给的。如果我当时我的儿子拿21分，然后我跟他说你随便进一个邻里学校都可以，其实是没有压力的啊。可是当他告诉我说他想进公教，那其实那个 expectation 就不一样了。我先生会每天陪他复习，我是其实管他的mental wellness。我女儿当时是小3而已，可是她也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她也不会去打扰哥哥啊。我觉得小6会考不是一个人的努力，是一整家人好像去准备去打仗这样。